我發現我們家狗子布丁現在已經完全不和同類在一起玩了。大早上的，鄰居過來跟我們講，我們拴的狗子跑了。我以為是果凍，過來一看是養了10多年的老狗，點點越獄了，趕緊去找一下。當我找到山上，看到布丁坐在路口的時候，我第一反應就是這該死的狗子帶着點點一起越獄，然後在山上，在別人菜地裡面玩得很嗨。但是我在這裡看了半天，也沒有發現點點的影子。這個時候我就放心了，布丁自己是絕對不會去別人菜地祸害別人菜的。走吧，把布丁帶着去找狗去，要不在山上，要麼就在田裡。這不，我大嗓子一吼，它馬上就自己回来了。你這個小老頭，你居然敢越獄，誰給你的膽量啊？本來我以為布丁見到點點之後會像看到貓一樣玩得很嗨，沒有想到它直接跑了。這同類是一點吸引力都沒有了嗎？而且還是異性哦。難道是嫌棄這個狗子歲數太大了？畢竟養了10幾年了，或者說是顏值的問題，更或者說是物種的問題。這狗子以前是我爺爺養的，他現在歲數大了，也不養狗了，所以就丟給我們了。哎，一直養着吧，估計也差不多了，10幾年了。這個布丁呢，对他是一點興趣都沒有，看都不看他一眼。甚至點點看了他一眼之後，他馬上就跑了。不想這個問題了，先把這個狗子帶回去拴起來。據我爺爺說，這狗子以前咬人。其實我覺得它長得還挺溫順的，而且它今天越獄被我找到之後，它耳朵一直趴着的，好像做錯事的孩子一樣。布丁，回家了，躲那麼遠幹啥呀？快過來，和點點一起回去。其實點點對布丁還是挺有興趣的，我拉着鐵鏈，它一直拽着我，還好是小型狗，不然的話都直接把我給拽起飞了。先回家拴狗，趕緊把水倒掉了，看一下，還好還沒死。我真的是打死都想不到，有一天這個家伙會鑽到這個瓶子裡面去。被我發現之後，趕緊把水給全部倒掉了。剛才我試圖把它給倒出来，出不來呀，然後又拽他的腿，他拼命的掙扎，我怕把他腿給扯斷了，所以說我準備把瓶子給锯開。這下好了吧，浪費我一個儲存水的瓶子。不過這個家伙還活着，也是萬幸，求生欲特別強，爪子的抓力還行，應該是沒啥事兒。這要換成其他的鳥，可能早就淹死了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它鑽到瓶子裡面是去幹啥去了。還好我要拿桶給鴿子換水，結果就發现這個家伙在裡面。一開始我還想着肯定救不活了，趕緊把水給倒了，沒想到它還是活的。找個籠子先把它關起來，然後讓它羽毛晾乾。現在溫度特別高，不需要用吹風機給它吹。就這裡吧，可能半個小時羽毛就乾了。等一會兒我們再過來看一下，看起來問題不大。我之前不是給大家說我們這邊長期停水嗎？所以我買了很多桶裝水。這個桶用完之後，等有水的時候會儲存很多水，餵鳥啊、餵雞啊、餵鴨子啊都可以。結果就出了這事兒。要說別的鳥往裡面鑽，我還想得通，這玩意兒鑽進去幹嘛呀？而且我發現桶裡面還有一塊肉，我懷疑是不是他想把肉藏到桶裡面去，然后掉下去了。現在外面的溫度很高，在外面吹了半個小時的風，羽毛基本上已經乾了，不過狀態還是有一點點差。來試一下你現在的這種狀態，敢不敢動鴿子？其實平時它也不敢啊，血脈還沒有覺醒，不然的話早都把它放到山上去了。這一隻鴿子就不能看到我，看到我之後不停地轉圈圈。來呀，攻擊伯勞啊！他不敢，有血脈壓制。給他整了一個面包蟲，他直接飛到樹上去了，看起來是沒啥事兒啊，狀態沒有正常的時候好，不過相信過幾個小時就會恢復，已經沒啥事兒了，救回來了。我又撿到小鳥了，身上濕漉漉的，一隻剛學飛的黃藤鳥。昨天也是下了半天的暴雨啊，積水挺多的。我剛剛吃完飯，騎着我的小電驢，說帶布丁出去溜達一圈，
結果就在這邊發現這個家伙在水坑裡面，還好水不是特別深，不然的話它已經淹死了。正常情況下，這種学飞鳥，如果不是因為它的翅膀打濕了，基本上是抓不到的。我已經聽到了它父母的呼喚，就在前面那一片菜地裡面。哎，這裡剛剛我看到還有一隻，布丁聞了一下它，一下就鑽到這一塊紅薯地去了。看來這是一窩啊，都在這裡。我已經看到它的父母了，好着急呀，在那裡叫的。這家伙也是真奇怪，孩子掉到水溝裡面，不管不問，被我救起来了。他現在着急了。本來我準備把這個家伙直接放了的，但是這身上濕漉漉的，離家又近，我決定帶回去用吹風機給它羽毛吹乾了再帶出來放，這樣它的生存幾率更大一些。正準備回家的時候，你們看我在這裡又發現了一個啥？菜地裡面撿了一顆蛋，也不知道是雞蛋還是鴨蛋，已經爆漿了，就原地放生吧。給這家伙帶回來，我刚回家拿個吹風機的功夫，它就跑了，飛又飞不起来。用吹風機把它身上的羽毛吹乾，這樣它生存下嚟的概率就会大很多。最近經常下暴雨，加上鳥都在繁殖最後一窩，所以幼鳥還是挺多的。沒有被我們遇到一個算了，適者生存嘛。要是遇到了，偶爾給它輔助一下，它就可以活下去。主要要把它肚子上的羽毛給吹乾。這種幼鳥肚子上經常都是光禿禿的，受涼之後死亡率是很高的。現在全身的羽毛已經被我給吹乾了，是不是立馬就不一樣了？看起來呆萌呆萌的。而且我用吹風機給它吹羽毛的時候，它好像特別享受，一動不動。現在帶去放生。戶外碰到這種幼鳥，什麼地方撿到的，就在附近找合適的位置放生。這一塊離馬路稍微遠一點，而且遮擋物比較多，就在這兒給它放了。哎，我發現這幫家伙特別喜歡這一塊紅薯地呀，這只也鑽到紅薯地去了，飞行能力還挺強的。而且他的父母又過来了，已經發現他了，我们趕緊走。這貨有點過分了，走的時候還在我手上拉一坨大便，擦乾淨帶狗子去玩。這一條沒人要的流浪狗也追過來了，怎麼就沒人把它撿回去養着嘞？天天跟着我們家布丁，帶布丁在這個路口吹吹風，挺涼快的。不過我總感覺要下暴雨了，那一條小狗子已經跑了，出來還不到10多分鐘，下大了，溜了，回家去。希望那個小家伙能挺過這一場暴雨，祝福他吧。早上又整了40斤鴿糧回來的，現在鴿子越來越多，真的是特能造，每個月打底都是40斤。關鍵是送別人的幾隻鴿子全部都飛回來了，感覺以後送鴿子不能送得太近了，沒啥用，一下就飛回來了。有一隻送出去的鴿子飛回來之後，被我家另外一隻鴿子給欺負慘了，好幾次都掉到池塘裡面，被我救起來了，又掉下去了。這一隻太瘦了，所以老是被欺負，等一會兒把它關起來養一段時間，好難搞啊！送得近了它們飛回來，遠一點又運輸不了。最近的私信60%都是問我要鴿子的，好多地址都發過來了。這東西運輸不了，活物不能快遞，不然的話可能有100萬隻都是不夠送哦。其實我比較在意的是這2隻天天咬我的公鴿子，這一隻嘴巴比較短，咬人特別舒服，我每天都要讓它咬2口。這一隻也特別喜歡咬我，它嘴巴比較長，咬人相對來說痛一點，不過也還好吧。對的，這一隻母鴿子我也挺喜歡的，不過它不會主動攻擊我，都是我惹它之後它才會咬我，也特別有意思。這個家伙，你說你們幾個怎麼都喜歡攻擊我嘞？你們就不能互相咬一下嗎？來，放到一起，轉移矛盾，互相攻擊，不好使啊。他們看清楚是同類之後就不打了，然後還是喜歡打我。鴿子從上面咬我的手，腳下有鴨子咬我的腿。這幾天我發現這幾隻鴨子又開始喜歡咬人了，別說鴨子咬人是真痛啊，
所以說呢，作為比較喜歡拱火的我，必須要給他們製造一點矛盾，讓他們互相攻擊，總要心裡找一點平衡，是不是？哎，幹得好，幹得好，鴿子你是好樣了，真沒用，這麼大的塊頭居然打不過一隻鴿子，落荒而逃啊！其實我主要是想看這玩意兒被揍，這家伙太彪悍了，家裡目前養的動物好像還沒有能打得過他的。這家伙偶爾能偷襲他一下，但是多数都是輸的。來，獎勵你咬我一口。好，差不多了。這家伙好像又下蛋了，現在已經發展到半個月繁殖一窩了，這速度真的是恐怖如斯啊！我逗鴿子的時候，總感覺有水落在我頭上，抬頭一看，一只土话梅在這裡洗澡嘞。這上面有水嗎？還真有，這是以前餵魔術鴿的。這個水是真髒啊，這樣都能洗澡。本來還想給它挠個癢癢的，這家伙警惕性好高啊，一下就跑了。一般的鳥在洗完澡之後，羽毛打濕了，飞行能力会下降，所以它們的警惕性會變得特別高，這是它們的天性。現在羽毛乾了就下來了，看它的樣子好像不想讓我給它挠癢癢嘞。算了算了，你自己玩吧，再見。你们就說這熱不熱鬧吧？前面是雞哥的叫聲，後面是鴨子，這又來了一個大公雞。我感覺我被前後包抄了，沒事兒，一個個的解決。你說你一天沒事，你吼幾嗓子幹啥嘞？吵不吵啊？這是接力賽呀，又來了，就罰你在這裡面壁思過5分鐘。時間到了，我會過來扶你起來，不要對我招手，有本事你就自己起來，那是你的實力。我還要去解決另外一個嘞。哎呦，你還主動來找我來了是吧？要不是我擔心他踢我，我早都把他給制服了。主要他現在是傷員呢，前幾天在田裡面玩了一天，回來之後眼睛腫了，感覺像是被什麼給咬了，不過問題不大，並沒有影響他這噪音般的嗓音，發揮依舊是這麼穩定。這個家伙我跟你們講很特殊，這個種群估計就他的智商不夠，我放生了那麼多鳥，就他不好放生。反正不是今天這裡出點問題，就是明天那裡出點問題，不是在受傷，是在受傷的路上。好了，你也安靜了，是時候該把那只鴨子給放了，它還在這裡招手嘞。你自己就不能有點出息，自己爬起來嗎？來，我給你個支點，起來。這個支點好像只能讓它轉圈圈。懲罰時間到，起來吧。終於有點出息了，起來了。和鴨群匯合了，就中間那一只。你們猜他在說什麼？一直在說話，就是聽不懂。我猜肯定不是誇我，大概率是在罵我，反正聽不懂，無所謂。對的，剛才另外一只扯着大嗓門叫的就是這個家伙。一段時間不理你，你這小子叫聲越來越大了啊！關鍵是還懲罰不了他，躺在地上一下就起來了，你說氣不氣人？一點辦法都沒有。不像雞哥，我聽到他叫聲太吵了，我還能來一個手動閉麥。這不閉上了嗎？哎，不對呀，這小子今天也閉不上啊，要我扣電池是吧？一點面子都不给我。也還可以了，起碼降低了分貝，沒有那麼大的噪音。總體來說肯定比鴨子強一點點，起碼嘴巴沒有鴨子那麼硬，不然的話它嘴巴怎麼會斷呢？是不是？你小子站在後面幹啥呀？打又打不過，又喜歡湊熱鬧，趕緊走啊，等一會兒他又要打你。雞哥這一會兒情緒很激動呢，指不定馬上就要發脾氣了，誰知道下一個倒霉的是誰呀？上樹了，等一會兒我還要給這個家伙眼睛上擦點藥，天天都在受傷。要不是他運氣好，或者說我對他照顧有加，可能他的墳頭草已經3丈高了。今天溫度有點高啊，
看它熱的，但是这个位置又安全又凉快。等它午休一会兒，晚點給它擦點藥。鴨子都下水了，奇怪哦，最近鴨子也不追人了，也是好事，免得我招架不住。今天讓大家看一下，本該是看家護院的小惡犬混得有多慘。這2天我總是能在狗窩裡面看到很多小樹枝和鴨子的羽毛。起初我還挺奇怪的，直到今天早上破案了，一隻該死的鴿子居然想把窩做在狗窩裡面。這要是換成其他狗，這鴿子可能早已經是這一塊那一塊了吧。我說狗子咋這2天不進狗窩嘞？原來窩都被你霸佔了，這就有點過分了啊！必須要幫我家狗子找回一點面子。來，狗子，你嚇唬嚇它，我不怪你，快點。哎，還挺友好的。狗子對它是一點惡意都沒有，我剛把它放了，它又進狗窩了。狗子看到我在這裡，它自己過來了。來，今天我就是塞也要把你塞到狗窩裡面去。進去啊，進，怕啥嘞？我在這兒嘞。這狗子沒救了，死活都塞不進去，就躺在門口，鴿子也不讓。最後我強行把狗子給塞進去了，它死活都不進了。好了，這狗子真沒用，鴿子一點都不害怕。咋了？你還咬我啊？我發現我養的鴿子一個比一個脾氣大，都喜歡咬人。我已經把狗窩裡面的草給清理了，不然的話，明天這個窩可能已經做好了，那狗子就沒地方睡了。這一個個的繁殖可積極了，送都送不完。這裡還有一窩嘞，我看一下，咋脾氣這麼暴躁嘞？不看了，不看了。我記得他上一窩的孩子好像剛長大，又開始了。他們上一窩的孩子在這裡嘞，剛長大又開始了。我感覺今年冬季猛禽一點都不缺吃的。在老鼠堆繁殖的這一窩鴿子，這一次是失敗了，然後他們又換了個位置，繼續開始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下了一個蛋，這速度是真快呀！繁殖自由，我又不干預，但是你們不要太過分了啊！狗窩都被你們霸佔了，整的這狗子都沒地方睡覺了。你也是，你就不能稍微兇一點嗎？要指望你看家護院完蛋了。來，我看一下你身上有沒有蟲，有的話給你驅個蟲。沒有，每個月都在定時給它驅蟲。好了好了，你自己去玩吧。今天又是一個高溫天氣啊，這狗子還活着在沒？嘿，我還以為你領盒飯呢。檢查一下狗窩有沒有被霸佔，好像霸佔了，但是並不多，影響不大。這天氣還是睡水泥地面比較涼快，雖然說它睡覺的地方比較多，但是這是它的狗窩啊。鴿子又進來了，走了走了，跟我走。還咬我是吧？你們看這貨咬我痛不痛？我感覺它想把我這一塊肉給扯下來。我這麼厚的皮，你扯得掉嗎？這一隻鴿子繼承了我養鴿子的優良傳統，愛咬人，愛轉圈圈，我很喜歡。怎麼又去狗窩了？要不你陪鴨子下水游個泳，如果淹死的，我會把你撈上來。還不下去嘞？今天又是一個高溫天氣，我要看一下最不靠譜的小動物都去哪裡了，特別是大公雞。大公雞我找了一圈都沒找到，肯定又去鄰居家了。昨天我有個兄弟開玩笑說要給大公雞煲湯嘞，我現在打電話跟他說大公雞失蹤了，嚇唬嚇唬他。您好，您的電話因欠費暫時無法播出。話費咋用得這麼快呀？又欠費了，回家連個無線網充一下。到賬了，現在充話費真的是方便快捷，比線下還要便宜不少嘞。我是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充的，順便教一下你們怎麼充。點商城進充值中心，或點評論區領取最高4元的話費券，去評論區看看吧。家裡找不到，那就出來看看。我家大公雞串門特別規律，所以說直接來鄰居家的雞籠，一下就找到它了。它正在和鄰居家的母雞聊天呢，說都是雞語，我一句都聽不懂。鄰居家之前養了一大群母雞，
不知道什麼原因，全都掛了，就剩這一隻了。只要大公雞一放，它就過來了。如果有一天我家大公雞也掛了，那就是它的命，因為只要放出來，它就追過来了，趕都趕不走。而且我發現這幾天站在我手上都不對着我打鳴了，只能關起來嘍。來，吼一嗓子。明天說不定我心情好，放你出去找母雞。快點！終於聽到這熟悉的叫聲了。好了，今天就不放它了啊，太熱了。這2隻比較親人的喜鹊也回來躲太陽了，剛還在我手上搶吃的呢。這一群喜鹊就它們2個挺粘人的，剩下的全是白眼狼。其實這個家伙是挺親人的，我現在2、3天都不理它，一拿食物它馬上就追過來了。所以說啊，小動物和人一樣，每一隻都有它的性格，区別很大的。把大公鸡關起來我也放心了，主要就是担心它中暑了。走了，我也該回家了。剛我給鴿子搞食物的时候，发现鴿子窩不知道被什麼給打翻了，也不知道裡面蛋去哪兒了。然後他們又換了個位置繼續繁殖。我記得昨天還是好好的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被打翻的，蛋還在這裡嘞。有沒有覺得其實鴿子蛋還挺大的？把窩給恢復一下，然後把母鴿子給抓下來，也不知道它還會不會繼續孵化。我剛剛看了一下，這上面還好還沒下蛋，如果明天發現，可能已经又下蛋了。這幫鴿子天天自由自在的，也不能阻止它們繁殖啊。但是我又特別害怕它們繁殖的數量越來越多，因為真的是養不起。你們都不知道我送出去的多少了，感覺今年猛禽是不缺吃的了。早上我出來的時候，看到這裡站了12隻鴿子，12隻啊！我以前才幾隻啊，而且還送了那麼多。還有好多人說想看這隻鴿子在鴿窩裡面做窩做到什麼情況了。我每天都會把草給扯出來，不然的話它可能已經下蛋了。不過它是公的，也不知道它有沒有找到合適的女朋友，反正天天都在做窩。而且這隻鴿子的歌德一點都不好，特別喜歡咬我，不過我還挺喜歡它的。你們看一下，隨便一拍到處都是鴿子，遠遠不止12隻。再來看一下這隻母鴿子，又開始在孵蛋了。母性是真好啊，都是從蛋開始孵化養大的，所以說都挺親人的。反正每個月最少都是一窩。所以說啊，今年猛禽冬季應該是不缺食物了。這麼多鴿子，3天吃1隻，抓都抓不完吶。說是這樣說，到了冬季我還是要把這幾隻主力鴿子給關起來，不然的話全部都吃的，我可傷心了。特別是這幾隻我很喜歡的。這兄弟咬我的腳是咬上癮了是吧？我要不是擔心腳一抬把你變成標本了，我都懶得看你。我之所以不願意對你動手，主要是咬人實在是太痛了，招架不住。不然的話我就是一巴掌。所以說逗它的時候速度一定要快，這樣它就咬不到。比如說抓它，就這麼一下，它都沒反應過來。這家伙最近長胖了不少啊，羽毛都換好了。我剛給它放到地上，又開始咬我了。這小子。追它追猛了，它還知道跑到窩裡面躲起來。不過今天是躲不了了，因為下了20多天的大雨，罐子裡面已經進水了，進不去的吧？難怪出去找的材料都在罐子旁邊丟了。給你材料。他已经沒興趣了，知道這個窩是做不成了。不做窩，來問一句話，你是誰？我是你大爺。這家伙真有意思。快上車，回爺爺。別上車了，去洗澡。今天溫度還挺高的，每天他必須要洗一個澡。你們看他最近是不是膨脹了不少，胖嘟嘟的。不要在這裡洗，最近天天下大雨，這魚都淹死了。撿起來。哎呦，你咬我幹啥呀？速度只要稍微慢一點，就被他找到機會咬我了。來兄弟，吃一條死魚，增加一下你的智商。
差點忘了，不是說好的讓它過来洗澡嗎？趕緊洗，這個水的深度也可以，瓶口的大小也剛剛合適。這項技術現在基本上是爐火純青了，除了鴨子，別的鳥都不敢這麼洗。你們猜一下，為什麼它洗着洗着突然就像見了鬼一樣，直接躲起來了？我抬頭一看，空中有一只頂級獵手正在盤旋，太帥了，這家伙！這麼遠的距離，它都能感應得到，血脈壓制得死死的，沒辦法。澡洗完之後，羽毛抖乾，就開始找材料繼續做窩了。可惜罐子裡面全是水，等一會兒我要把水給它倒掉。最近雨下的實在是太猛了。這是捕什麼的？也能吃嗎？這種鳥，如果你給它一根橡皮，它都會直接吞掉。有的時候感覺特別傻。剛才趁着這個功夫，把罐子裡面的水全都倒掉了。兄弟，你又可以做窩了，趕緊去找材料。再見了，兄弟，只要不咬我，你幹啥我都不關心哦。有句話叫勤勞的小蜜蜂，在我家屬於是勤勞的小鴿子，每天不是在找材料做窩下蛋，就是在下蛋的路上。讓你們見識一下鳥界出名的建築大師鴿子做的窩，還可以吧？關鍵這蛋都下了，還找材料做窩有意義嗎？就這建築水平，喜鹊都自愧不如。上一窩不是還沒長大嗎？这又開始了。他們的太上長老閉關出來了，也在開始找材料做窩了。我家鴿子這麼多，它起了關鍵性的作用。當然咯，貢獻最大的肯定是他以前的老婆，可惜被猛禽給滅掉了。後來他又找了一個女朋友，這不又下蛋了。至於說有沒有領證，我不清楚啊，我沒問過他。有兄弟說我好久沒有和這一只該死的鴿子互動了。來，兄弟出來，我們好好聊一下天。出場的方式可能有點特殊，大家不要奇怪，很正常的啊。讓他出來，其實我就是想體驗一下，看他咬我還是不是之前那個感覺。先称一下他的體重，沒胖沒瘦。下一步就是要讓他咬我。來来来，兄弟，使出你的毕生功力，我看一下你現在咬人還痛不痛。也不知道他咬人是真的不痛，還是說我現在皮又厚了。反正我是一點感覺都沒有，以前還覺得挺痛的。我覺得等一下有必要把它關起来了。母鴿子已經下蛋了，它已經失去它的價值，關起來安全一點。最近猛禽多，關起来吧。記住了，你的主人永遠不會讓你孤獨，你的下鋪就是另外一只喜歡咬我的兄弟。你們倆可以好好交流一下，研究一下怎麼樣咬我才會讓我的暴擊加倍。別整天研究一些沒事的繁殖下蛋，我養得起嗎？你們能想象得到一只鴿子後來拐了一只母鴿子回來，然後慢慢的發展到幾十只鴿子了。只有喜歡養小動物的人才能體會得到，自己養的小動物就算是送人放生了都捨不得杀肉吃。我不吃肉嗎？我肯定吃哦，鴿子湯特別香，但是我就是下不去手。以前一直都是餵鴿糧，好幾塊錢一斤，現在數量實在是太多了。前段時間我買了100斤玉米，1.2塊一斤，還挺划算的。他们也特別喜歡吃。最近有一個朋友領走了5隻，現在還有7、8隻吧，還行，數量也不是很多了。這家伙啊，以前挺好看的，自從專注繁殖之後，形象都不要了。每天不是在做窩，就是在做窩的路上，像一隻勤勞的小蜜蜂。它的功勞也很大的，感覺最近也要把它給關起來了，免得被猛禽給滅了，就太可惜了。這家伙太勤勞了，這繁殖速度恐怖如斯啊！命運有的時候可能就那麼一瞬間，它就改變了。家裡買了100個鵪鶉蛋，本來是要煮着吃的。今天我看到雞鵝的時候，突然想到了我以前養的鵪鶉，也很親人。有一次忘記關籠門了，一只掉到池塘裡面淹死，還一只不知所蹤。正好家裡買的有鵪鶉蛋，所以說孵化幾只玩一下。其實家裡最近還買了很多雞蛋，但是就是沒有興趣孵化。隨機挑選了7顆蛋，我要孵化葫蘆娃7兄弟。也不知道這個蛋的受精率怎麼樣，反正孵化着先看咯。一般17天左右出殼，有4顆蛋受精，這已經是第17天了，基本上都在出殼了。
比我預想的還要好。這一顆蛋被我剝了一下，影響不大。這種鵪鶉的話，一般不用去剝，只要是溫度、濕度達標的話，它們基本上都会自己出殼。這一顆也在自己啄殼，還有一個太黑了，看不到，不知道什麼情況。這個乾脆我手動給它輔助一下算了，反正馬上也要出殼了，剩下的就交給他們自己嘍。又是新的一天，我的葫蘆娃7兄弟這3隻順利出殼了，蛋殼全部捏碎，然後給狗皮膏药吃。被我輔助的那一隻昨天就出殼了，另外一隻昨天晚上出殼的，今天早上又出殼了一隻，還有一顆蛋到現在沒動靜，我也懶得看了。有沒有覺得它們特別小，我都不敢放地上，估計一跑就沒了。剛剛放到地上試了一下，太活躍了，特別是這一隻穿深色背帶褲的。安全起見，找一個小鳥吃食物的盒子给它們放着，然后我要試一下它們的躺手能力。刚有一只一躺到手上就直了，真的就这一只穿背带裤的非常与众不同啊，给它往手上一放，它就这個樣子了。換一只試一下，一點都不好使。最小的這一只我也試一下，這家伙也不願意這麼躺着啊，怎麼穿背帶褲的就這麼與眾不同呢？而且讓我想起了一位故人。來，我們再來玩一下。你們看他動作一氣呵成，還挺好看的。真有這麼神奇嗎？再試一下，就是這麼神奇。就這性格，以後必須要重點培養。來，見一下布丁，以後你們都是好朋友了。放在狗布丁的身上，你別拿屁股坐它啊，這一下就扁了。哎，這家伙你幹的啥事兒啊？算了，你還是躺在我手上吧，安全又有保障。我們家布丁最大的優點就是不會欺負任何一個小動物，換成其他的狗子，可能就會一口一個。走了，趕緊住保溫箱。